当前乌克兰危机延宕2个多月，俄乌冲突成因十分复杂，但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固守冷战思维，持续激进东扩，是造成危机的主要原因。如今，俄乌战事愈演愈烈，北约仍在持续拱火。除了加码向乌克兰提供重装军援，也在抵近俄罗斯的多个周边国家进行一系列大型军事演习，军演规模为冷战以来所仅见。但北约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围绕是否允许芬兰和瑞典加入，成员国克罗地亚明显唱反调，而成员国希腊与土耳其更是围绕一场北约军演展开外交战，新仇旧怨一并爆发。这种剑拔弩张的连串事态，让高呼团结的北约尴尬不已。波兰国防部周日表示，由美军领导的大规模多国联合军事演习“欧洲捍卫者2022”和“快速反应2022”于当天起至5月27日，在包括波兰在内的9个国家举行，共有来自20多个国家的约18000名士兵参加这2项军演。波兰境内将有7000名士兵及3000件武器装备参演。参演的多国部队由美国陆军第5军负责指挥，演习内容包括长距离战术行军、架桥渡河、实弹射击等多种训练环节。波兰国防部强调，欧洲捍卫者2022和快速反应2022是一系列常规的防御性的训练演习，不针对任何国家，与当前地缘政治局势无关。北约及欧洲盟国还有系列大规模军演在同时进行。英国国防部直接声称，这一行动计划已久，并为应对俄乌冲突而强化。这场军事演习从今年4月开始，将一直持续至6月。为此，来自北约及其欧洲盟国的数万名士兵正在为这一系列军演做准备。英国军方领导人称，这是自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共同部署之一。这一系列军事演习将在芬兰、波兰、北马其顿以及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边境地区进行。飞机、坦克、大炮和装甲突击车辆将提供支持。在这些部队中，将包括北约部队和非北约成员国芬兰和瑞典提供兵力的联合远征军。在北约系列大规模军演消息披露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周3警告，如果有人打算从外部干预正在乌克兰进行的特别军事行动，并对俄构成无法接受的战略威胁，俄就将以闪电般的速度回击。这些的军演呢，确实有很强的针对性。我认为呢，这些军演无助于现在俄乌冲突局势的缓和，只会激化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这个矛盾冲突未来还是有继续激化的可能性。不过，就在北约举行一系列军演对外秀肌肉的同时，其内部的各种分歧也浮出水面。近日，芬兰和瑞典高层频繁会谈，两国总理周2还将在德国会晤，届时将讨论两国共同加入北约的前景。美国国防新闻周刊分析称，两国高层会谈强度的突然提升，提高了外界对两国将在本月16日联合宣布加入北约的预期。对于北约的进一步扩张可能，俄罗斯已警告，一旦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俄罗斯将加强在波罗的海的军力部署，波罗的海将不再是无核地区。是否吸纳新成员，需要北约30个成员国一致点头，这也为成员国争取更多利益提供了机会。克罗地亚总统米拉诺维奇已经公开反对这2个北欧国家加入。他在上周2就明确表示，芬兰和瑞典申请加入北约，相当于激怒俄罗斯，是十分危险的冒险举动，会予以阻止。同时，米拉诺维奇对克罗地亚一直被北约边缘化表示不满。他指出，克罗地亚不会批准任何加入北约的申请，除非北约国家能保证克罗地亚族在波黑的选举权。他还抱怨，同为北约成员国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至今还没能加入申根区，北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还没有开始加入欧盟的谈判，但芬兰却可以一夜之间加入北约。北约吸纳芬兰和瑞典的这个决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坚定的。那么克罗地亚这些国家呢，是作为比较小的这个北约的国家，它本身就是人微言轻的这样状态，所以我认为克罗地亚的这个态度虽然表现了北约内部的一些小国家的这样一些姿态，但是呢，其实很难从根本上阻止2个国家加入北约。除克罗地亚之外，匈牙利也是一个不确定因素，因为匈牙利不仅与俄罗斯保持着密切合作，更与此次寻求加入北约的芬兰曾产生过嫌隙。匈牙利长期被其他欧盟国家指责在法治上不符合欧盟标准。2019年，芬兰担任欧盟委员会轮值主席国时，曾在法治问题上针对匈牙利。当时，匈牙利媒体把芬兰称为匈牙利的新敌人。
而希腊与土耳其的剑拔弩张也进一步暴露了北约的内部矛盾。1年1度的北约空军盛会老虎会将于本月9日至22日在希腊雅典举行，却被2个成员国搅乱了。先是东道主希腊取消邀请土耳其参加此次军演，然后是土耳其空军拒绝参加。希腊国防总参谋部上周指责说，在全球聚焦乌克兰战争之际，土耳其趁机侵犯希腊领空。自今年年初以来，土耳其战机就几乎不间断地非法进入希腊领空，尤其是从上月11日至13日期间，土耳其几乎每天都派出 F-16战机侵犯希腊领空。而在27日一天之内，土耳其 F-16战机168次非法进入希腊飞行情报区，其中41次非法飞越多个希腊岛屿的上空。希腊方面称，在这些岛屿中，部分是有大量居民的大型岛屿。希腊空军根据国际交战规则识别并拦截这些侵犯希腊领空的土耳其战机。希腊军方还表示，已经启动了爱琴海群岛上的防空系统，海陆空武装部队都处于战备状态。土耳其则针锋相对，反过来指责希腊空军在靠近土耳其海岸的空域进行挑衅性飞行，并多次侵犯土耳其领空。对于希腊取消邀请土耳其参加老虎会的决定，土耳其媒体则表示是土耳其空军拒绝参加这个演习。事实上，希腊和土耳其2国积怨已久。历史上，希腊曾被土耳其长期占领。到了上世纪70年代，希腊在爱琴海大陆架勘探出丰富的油气资源。土耳其向希腊提议协商划分爱琴海大陆架遭拒。自此，2国在爱琴海问题上分歧越来越大。从最初的大陆架问题、岛屿归属问题，发展到后来的领海、领空问题等，这使得本就糟糕的2国关系雪上加霜。除此之外，围绕塞浦路斯问题，双方也是争执不下。即便后来塞浦路斯独立，生活在塞浦路斯的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也依然矛盾重重。希腊和土耳其同为北约成员国，北约一直奉行保持双方平衡的政策。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曾强调，北约不会偏袒任何一方，但土耳其却长期抱怨北约偏袒希腊。希腊和土耳其这项的矛盾呢，反映了北约内部矛盾的一个缩影啊。实际上，北约看似好像是很团结，但实际上不是铁板一块啊。我想随着时间推移，各国围绕这个俄罗斯问题啊，围绕这个俄乌冲突，它这个矛盾会不断的产生。好，相关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石红，石先生你好。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大将亲临乌东前线指挥作战，显示俄特别军事行动指挥系统有何变化呢？总参谋长到前线又意味着什么？格拉西莫夫到乌东前线指挥作战，说明俄军这段时间在乌东地区的作战没有取得明显战果。俄军在乌克兰的总指挥德沃尔尼科夫上将呢，还未能对全部在乌作战的俄军实现有效的统一指挥。说白了，格拉西莫夫呢是去镇场子，督促俄军参战部队统一听从德沃尔尼科夫的指挥。因为格拉西莫夫是俄军总参谋长，需要负责整个俄军的工作，不可能一直作为战区指挥官存在。至于外界抛出的所谓架空说，我认为不足信。德沃尔尼科夫呢刚被任命为前线总指挥不久就被架空，这让外界呢会怎么看？只会认为俄军呢内部有问题。西方呢对乌克兰进行援助也将因此变得越发大胆了。我个人认为，格拉西莫夫呢到乌东前线的目的主要还是进行视察，协调俄军指挥部尽快实现统一，而不是呢作为战区指挥官代替德沃尔尼科夫呢指挥俄军作战。而从乌克兰方面的报道来看，乌军特种部队发现了格拉西莫夫的行踪，然后呢将信息上报，乌军随即对俄军在伊久姆的指挥所呢进行了打击，导致呢多名俄军高级军官的伤亡。这恐怕呢是乌军舆论战的一部分，具体真相如何呢？还有待进一步观察。来自美、英、丹等多国雇佣兵近日被证实命丧乌克兰战场，俄方也强硬警告称，外籍雇佣兵不会被视作战俘。那您对此有何观察？对俄军来讲，战场上的主要作战对象还是数量大、训练有素、组织纪律性强、抵抗意志坚决的乌克兰正规军和准军事部队。像外籍雇佣兵这样为钱而战的乌合之众只是捎带打击。西方呢是根据乌军的表现决定了援助力度的。最近呢，西方明显加大呢对乌克兰的援助，是因为乌军呢表现出了很强的作战能力。西方援助呢乌军是将乌军
视为自己的代理人，来持续的削弱俄军实力。对此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呢，在访问基辅的时候已经呢直言不讳俄乌冲突持续之际，北约开始大规模军演，但成员国土耳其和希腊却闹起了内讧，而且北约内部对是否接纳瑞典、芬兰加入也有激烈争议。那您对此怎么看？北约到底存在哪些问题呢？北约内部的最大问题是各成员国的诉求不同。美国是在用北约来控制欧洲、遏制俄罗斯，以及作为自己称霸全球的重要工具。其他北约成员国呢，则是背靠大树好乘凉通过北约来保护自己的安全。这样一来呢，北约绝大多数成员国呢，对于干预全球兴趣不大，真正愿意积极配合美国的只有英国和加拿大。而在除美英加之外的北约成员国里，还有不愿意过分刺激俄罗斯的法德意为代表的老欧洲，以及呢在冷战之后加入北约，主张对俄强势挤压和遏制的新欧洲。更有土耳其和希腊，这俩自加入时就是冤家对头的国家。北约内部各成员国的不同诉求和矛盾无疑削弱了北约的凝聚力，给美国呢造成了不少的麻烦，使得北约还不能很好的为美国称霸全球的服务。但我们不能将焦点呢放在北约内部的问题上，而是得要看到北约尽管有一大堆的问题，但它还是在继续扩张想加入北约的国家呢仍在不断增加。也就是说，北约作为冷战时期建立的军事集团，在冷战之后不仅没有消亡，反而不断在变大。尤其是在美国的操控下，越来越大的北约呢，也在不断的将眼光呢从欧洲投向全球，其正在加速甩脱防御的旧外衣，披上了进攻的新外衣。今后的北约呢，将会越发的咄咄逼人，在全球呢进行军事干预已经是肉眼可见的事情了。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呢，正在前所未有的增加。好，谢谢石洪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被大陆列为台独顽固分子的台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周日播出的专访中，再度强行碰瓷乌克兰危机，大肆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吴钊燮自欺欺人地表示，一旦发生军事冲突，希望美国及更多国家支持台湾，以美谋独丑恶嘴脸展现无疑。但对蔡当局当头一棒的是，台湾媒体最新披露，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的首个对台40门火炮军售案已被美方无预警喊停。国台办此前曾多次表示，吴钊燮种种恶劣行径的根本目的就是为其谋独挑衅大肆张目。无论吴钊燮之流怎样给自己涂脂抹粉，都逃脱不了台独必然覆灭的宿命。台独行径死路一条。这是吴钊燮就任台外事部门负责人后第3次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专访。吴钊燮借乌克兰局势再度炒作所谓大陆军事威胁，叫嚣台湾要有不对称战力与结合民防力量来对抗大陆。吴钊燮还再次表露其挟洋自重的本性，强调拜登政府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派遣高阶代表团访台，表达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坚若磐石，并持续对台军售，确保台湾有足够的防卫能力。而在被问到如果大陆武统台湾，台湾是否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援时，吴钊燮却心虚地说：“这问题不是由我来回答的。” Do you expect the United States to come to your rescue? That is not a question for me to answer. But I can tell you that the people here in Taiwan are ready and prepared to defend ourselves. We are ask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governments to provide Taiwan with necessary defensive articles so that we are able to defend ourselves. 不过，在采访最后，吴钊燮声称，如果两岸发生军事冲突，拜登政府一定会支持台湾。吴钊燮以及台行政部门负责人苏贞昌以及台立法机构负责人游锡堃被大陆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首批名单。吴钊燮丝毫不收敛其台独行径，多次到欧美国家窜访，大肆兜售台独主张，散布台独言论，炒作所谓大陆军事威胁，色厉内荏的叫嚣战争论，继续裹挟绑架台湾民众。国台办曾表示，吴钊燮种种行径根本目的就是企图把台湾问题国际化，为其谋独挑衅张目。无论吴钊燮之流怎么用民主自由当遮羞布，给自己涂脂抹粉，都掩饰不了其分裂国家、出卖民族利益的嘴脸，逃脱不了台独必然覆灭的宿命。
而据台湾媒体报道，由于近来美国军事经济力挺乌克兰，影响军工业产能，拜登政府任内首单对台军售 M109A6自行火炮案，近日由美国国务院通知台当局喊停。拜登政府去年8月通过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宣布，出售台湾包括新型 M109A6 自行火炮等军备共7.5亿美元，原计划在2023年到2025年间分批向台湾方面交付。但受俄乌冲突影响，美无法对台供应这批新型155毫米自行火炮。台湾原有意将全案押后至2028年，但美方要求现在就要停止，因此全案拟撤案。报道还称，美方先前也借不提供要价书的方式，要求台湾停止12架海军 MH-60R 反潜直升机的神鹰3号采购案。美方他们希望，所谓的不对称战斗呢，就是透过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精巧，然后呢，但是毁伤力大，然后但是呢，它可能是包含类似像暗制的这种反舰飞弹啦，或者说是类似像无人机啦这一类的这样一个军事装备的建设，来强化台湾就是在作战上的这样一个持续性。所以呢，它也借由这样一次的等于说把这个军购这个取消的这样一个方式，等于说借由这样的方式让台湾必须要调整对美国军售的品项。针对 M109A6 自行火炮案喊停的消息，台防务部门周一证实，他们被美国告知自行火炮军售案因产线排挤，最快在2026年后才可以交运。但美国提供包含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在内的其他更精准和远程替代方案选项。台防务部门正对上述提议进行评估，考虑到台澎防卫作战精准打击火力需求，他们将先完成替代方案研议工作，之后交给立法机构进行审议，最后进入执行阶段。台湾联合新闻网称，美国撤销对台军售案，台面上的理由是俄乌战事对美国军工产能的影响。但此前有消息称，拜登政府对台军售态度发生转变。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台媒上个月曾曝光，台当局自2019年来向美国军购总额近170亿美元，但由于疫情引发的供应链、人员短缺和交付延迟等问题，美国目前尚未交付的对台军售项目累计已达142亿美元，其中包括爱国者飞弹系列零部件、毒刺导弹、MK48AT 重型鱼雷等等。上月在2023财政年度预算请求听证会上，多名美议员关切对台军售项目延期交货的问题。美国务卿布林肯承诺，他会确保美方简化、缩短交付过程，让台湾能取得自卫所需武器。但他也呼吁，台湾应强化不对称作战能力。而相较之下，美国厚此薄彼地急于强化乌克兰作战能力。美国国会众议院上周四以压倒性投票通过了对乌军事援助租借法案，以更快地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以台湾军方来讲，这种被美方就是突然宣布不出售这个事情，当然最近已经连续发生了2起。第一个是当时美方希望能够美方以前一直希望台湾能够购买这个反潜直升机，那台湾真的既然买了，最近美国突然又做一个大调整，不卖了。台湾的方面来讲，他可能也必须要检视现在这些手中的这些资源，然后再把这些资源重新做分配，或是重新做重新的这样一个兵力整建的规划。那现在这个东西不卖了没有办法提供给台湾了。那这时候就要从兵力整建计划中先去调整，然后再重新提出不管是对外采购，或是对内这个从台湾的这个现有的内部能够提供的这样的一个伤员去寻求替代方案。实际上，图谋以武拒统的民进党当局，一方面求购武器未果，但在自制武器方面也状况频频。台湾地区所谓军备局近期在媒体上宣扬，特战部队测试自制7.62毫米半自动 T93轻型狙击枪性能优异，结果惨遭打脸。台湾联合新闻网周日的报道披露，根据台军向立法机构提出的最新报告，这些自造狙击枪根本通不过性能测试，导致各军种都未获装备。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对于美方突然决定撤销拜登上台后宣布的首单对台军售案，也就是不再出售40辆自行火炮一事，您作何解读？我注意到，对于这件事情，双方对外给出的理由有2个：一是因为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军工企业需要开足全部的马力，以生产支援乌克兰的武器，所以在近几年内根本就没有产能来为台湾生产 M109A6 自走炮。二是这批 M109A6 自走炮并不是属于台湾急需的不对称武器，
因此需要以其他的符合不对称原则的武器来加以替代。我认为这两个都是可以说得过去的理由，尤其是第二个理由更是如此。M109A6 制造炮虽然在常规的炮兵武器中的确是非常具有杀伤力的，不仅最大射程非常远，1分钟之内可以连发8发炮弹，而且由于安装了精准导引设备，打得非常的准。但是它毕竟是属于平原与陆地上用于阵地作战的武器，却并不太适合于隔着台湾海峡的台海战场，也不太适合于台湾多山的地形。M109A6 制造炮打得再远，也打不过台湾海峡，够不着大陆。所以对于拜登政府的这个行为，我们还是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能盲目乐观，简单的认为它意味着美方已经暂停，甚至是停止了对台军售计划。而在我看来，在俄乌冲突发生之后，美国对台军售不仅不会暂缓，还将会变得变本加厉。因为在这场俄乌冲突中，乌克兰仅仅是利用美俄提供的不对称单兵作战武器，就成功地抵制住了世界上第2大军事强国俄罗斯的钢铁洪流攻击的现象，让美方的自信心爆棚到了极点，甚至是产生了武器决定战争结果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必定会如法炮制，向台湾提供适合于台军的不对称武器。美国军方甚至盲目乐观地认为，只要向台湾提供了足够多的不对称武器，未来即使美军不直接介入战争，光凭台湾人自己就可以解决问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蔡英文当局为了挽救这单 M109A6 制造炮军售案，曾经向拜登政府提出把这单军售案押后到2028年再来完成。但是拜登政府还是以乌克兰急需美国生产的大量武器为由，直接拒绝了蔡英文当局的要求。从中我们可以解读出的信息就是，拜登政府不仅下定了无限度向乌克兰提供军备的决心，而且做好了俄乌冲突有可能会长期化的准备。而美方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都是用美国纳税人的钱买单，然后免费赠送给乌克兰的。这种现象也就提醒我们，虽然眼下的美国对台军售是要台湾方面付费的，而且是有所克制的，过分先进且属于进攻性的武器还不打算出售给台湾，但是一旦战争爆发，美国就有可能会突破所有制定的底线，不仅会免费向台湾提供武器，而且台湾需要的所有武器都有可能会给，这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英国《金融时报》日前爆料，披露美英3月初曾首度就台海问题举行高层会议，而且美方还主动向英国提供了著名最高机密的台海情报。那对此您又怎么看？对于这则消息，首先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既然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这是美英双方就台湾问题而展开的一次最高层级及最重要，而且是属于绝对机密的对话，那么为什么会有消息人士把它透露给英国的《金融时报》？很显然，这是美英双方刻意对外放风的结果，其目的是要对外发出这么几个明确的政治信号。其一是要告诉外界，尤其是告诉中国，在俄乌冲突发生之后，美国为了防止中国大陆突袭台湾，他们是在私底下做了严密的准备与部署的，其目的是要阻止中国大陆这样做，以避免出现乌克兰问题与台湾问题同时爆发，让美国首尾难以兼顾的现象发生。第二，《金融时报》报道说，美方向英国分享的台海情报不仅事前被注明为最高机密，而且是禁止与任何外国官员分享的。也就是说，即使是像日本这样的盟友，美国也不会跟他分享。这显然是要告诉外界，即作为同文同种以及拥有共同宗教信仰、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的美英两国，是这个世界上最为亲密、最为特殊的同盟关系。
这个同盟关系是包括美日同盟在内的其他同盟都无法比拟的。第三，他们要通过这样一场会议告诉外界，美英不仅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致的，而且英国已经正式且深入地介入了台湾问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机密会议上，美英还讨论了一旦台海战争爆发，英国将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而且美方首先给英国的角色定位就是，英国要在外交领域内为美国做出更多的努力。这也就意味着，拜登政府承认自己早前在团结盟友，尤其是团结欧盟国家共同对抗中国方面做得并不成功，因此想要借助英国的国际地位与国际影响力，帮美国补上这块短板。那么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几天前英国外相特拉斯会公开站出来呼吁北约将战略重心转往印太，并为台湾提供安全保障了。原来这是美英早就密谋好了的，是美国分配给英国的政治任务。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周日，逾100名被困乌克兰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的平民获准离开，分别疏散到俄罗斯或乌克兰控制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周一继续寻求疏散平民。联合国相关机构也已在当地协调人道疏散行动。目前，乌克兰东部战况依旧激烈。美国和乌克兰方面通报，俄罗斯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上周密访乌东前线，预示俄罗斯可能会调整军事进攻方向。乌方甚至释放消息称，乌军对俄军总参谋长巡查的战场进行了攻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不会赶在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大阅兵前结束军事行动。联合国确认跟红十字会合作建立人道走廊，协助撤离行动。马里乌波尔市议会指，市内其他地方的平民也会疏散。其实之前，在这个守卫亚速钢铁厂的乌军一直是拒绝这个开辟这个人道主义通道的。他其实这次平民撤离行动呢，实际上某种程度上是暗示出现在这个据点内的乌军现在面临一个补给短缺的问题。而且这个补给短缺的问题可能还比较严重，所以说他为了这个节省这个有限的补给、有限的粮食啊、水啊这些东西，他就允许这个一部分平民撤出来，延长他的抵抗时间。那么对于这个在政治上，对于其实俄乌双方来说都是有利的。不过，俄外长拉夫罗夫周日接受意大利媒体采访时表示，俄军不会人为地根据任何日期调整行动，其中包括胜利日。俄军在乌克兰的行动速度，首先取决于将任何威胁平民和俄罗斯军人的风险降至最低的需要。拉夫罗夫还说，俄罗斯的目的不是让基辅政权更迭，只有美国才会做这样的事情。俄罗斯希望确保乌克兰东部人民的安全，使他们不受乌克兰军事化的威胁，使俄罗斯的安全不受到来自乌克兰领土的威胁。拉夫罗夫指责泽连斯基经常改变态度，破坏两国之间的谈判，称基辅当局正在想方设法让亚速钢铁厂里的残余激进分子离开，因为西方的官员和雇佣兵可能就在其中。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个表态是在寻求重启谈判，但某种程度上他在放低之前的一些比较强硬的表态。他其实在有这个向乌方和美国、北约方面释放一个和谈的，或者说重启和谈的信号，这样的考虑的。一名曾在美军事监狱服刑的前海军陆战队士兵被证实作为雇佣兵在乌克兰战死，其母通过美国 CNN 电视台捅破儿子死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已有来自美国、英国、丹麦等多个国家的雇佣兵命丧乌克兰战场。俄乌战事一达，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签署法案，组建其所谓外籍军团，实质就是利用外援花大价钱招募外国雇佣兵。此前因在乌待遇问题，这些雇佣兵叫苦不迭，引发广泛关注。那么目前还有多少外籍雇佣兵在乌克兰作战？来自哪些国家？此外，俄方发出严厉警告，声称在乌的外国雇佣兵不享受战俘身份。总统普京此前更明言将闪电还击外部干预。俄方宣布强烈应对外国力量介入乌克兰战事，释放什么信号？来看报道。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被问到是否支持自愿帮助乌克兰的人时，他回答绝对的。
不过，就在不久前，有2名英国雇佣兵在乌克兰向俄军投降被俘。他们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现身，并喊话英国首相约翰逊，请求用被乌政府拘捕的乌反对派领导人梅德韦丘克换回自己。而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布兰登·刘易斯在接受天空新闻网采访时，并没有正面回答有关交换俘虏可能性的提问，只是强调这些英国雇佣兵前往乌克兰是非法行为。雇佣兵是一种特殊的职业，指以金钱为目的而参战的武装人员，是为了利益而参加一场武装冲突的团体和个人。俄乌冲突爆发后，尽管各国一再禁止本国公民私自前往乌克兰，但仍有不少人试图去乌克兰冒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大为鼓励。为了方便外籍雇佣兵入境，乌克兰方面自3月1日起对以志愿者身份入境者取消签证。此外，乌克兰外交部还设立了为乌克兰而战网站，给志愿者指明参战道路。还有国际安保公司挂出广告，日薪数千美元，高价招募赴乌人员，工作时间为立即开始。Ukraine has started welcoming foreign volunteers who are coming to our country, he said. I'm sure it will be successful. 希望通过雇佣兵来部分的代替乌克兰这个军队的一些功能，执行一些突击性的、比较有风险的一些任务啊。那另一个方面呢，通过这种雇佣兵大量的聚集，他也是希望能够向国际社会展现，就是说乌克兰它是获得各方支援的，一定程度上为了改善或者说为了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俄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还表示，拒绝投降的外国雇佣兵不享有国际法对战斗人员的保护，将面临刑事责任。最好的结局是长期监禁。这样一个节骨眼上连续爆出这样一些新闻呢，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它反映出俄方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新闻的方式来向外界展示俄军的战斗力。也就是说，即便有这么相当体量大的雇佣兵在乌克兰帮助乌克兰作战，但是在与俄军的对抗中，他们伤亡是较大的。所以显示出俄军在战场上的这样一种力量，一定程度上为了震慑接下来仍然还将陆续不断进入乌克兰的这些雇佣兵们。另一方面，美西方在制裁俄罗斯的同时，还在积极从俄罗斯手中抢人。据美国彭博社上周6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政府正研究放宽对俄罗斯高科技专家的赴美签证要求，欲用签证诱惑挖走这些专家，从而削弱俄罗斯的技术潜力。据报道，白宫近日向国会提案取消俄罗斯高科技专家申请就业签证时必须有现任雇主的规定。如果通过，这项提案将适用于在美国或者其他国家获得科学、技术、工程或者数学硕士、博士学位的俄罗斯公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名发言人证实，此举目的是在短期内削弱俄罗斯的高科技资源，并长远地削弱俄罗斯创新基础，同时也有利于美国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美政府希望吸纳在半导体、空间技术、网络安全、先进制造、先进计算、核工程、人工智能、导弹推进技术和其他专业科学领域拥有丰富经验的俄罗斯专家。俄乌冲突发生之后，美国、欧洲等相关国家与俄罗斯方面都是相互关闭领空的，相互的航空公司也是被限制和制裁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人才如何流动呢？这首先就是一个很实质的问题。实际上，这种人才战啊，它是一种舆论战，是一种民心战。它是为了通过这种方式来动摇俄罗斯的民心，动摇俄罗斯国内相关领域的人才对于俄罗斯政府以及对于俄乌冲突的这样一种态度。那使得他们能够进一步的向西方靠拢，这是一种胡萝卜加大棒的一种方式。5·1国际劳动节期间，直播港澳台推出特别策划《凡人英雄》，讲述在援港抗疫中我们身边平凡而又伟大的劳动者。在2万多名援港建设者的努力下，香港落马洲河套地区应急医院、方舱、生活配套设施相继拔地而起，中国速度精彩呈现。无私奉献、敢为人先，是河套工地每一个逆行者的共同写照。其中，何凌云和孟祥伟是中央援港应急医院项目中的建设人员，不仅是90后，也是一对情侣。2个人约定一起为援港抗疫出一份力，把这当做一次难忘又浪漫的奋斗之旅。这上面的太长了，要缩回去。在方舱设施建设现场，何凌云正在协调墙外的管道安装。
她最信赖的搭档就在一旁，正是她的男友孟祥伟。1个月前，在孟祥伟接到任务时，尽管已经知道现场的条件较为艰苦，但何凌云执意也要来。本来我就是很想参加这种能为祖国做贡献的这个项目，然后因为跟他能一起来，就更想来。他说要过来，其实我很开心的，但是还是说这边的条件不好，我也很担心。刚刚进入核桃现场时，孟祥伟和何凌云所在的班组就已经开始24小时交叉作业，常常是一个问题还未解决，另一个问题又出现。在焦头烂额的时候，两人偶尔也会小吵小闹，但更多的是相互补位，共同解决问题。每天在工地中并肩穿行，他们身上的反光衣也成了现场最美的情侣装。心里就是嘴上会挣扎一下，然后后面就他说什么就是听着就行了。他可能是跟我的性格也有方面。但是可能更多的是对他的这种，就是对他就是这种的宠爱。前段时间，孟祥伟和何凌云承担着宿舍区域的给排水安装工作，人员协调、物料分配、施工监督等诸多事项，在他们俩的配合下事半功倍，仅用1周就完成了1期宿舍所有的给排水安装。现在二人又转战到方舱病房的施工。别看他们工作起来有条不紊，十分娴熟，但其实他们去年才刚刚大学毕业，分别出生于1999年和1998年，都是准00后。工作上相互支持，生活中彼此陪伴，每天12个小时的安装任务也变得不再难熬。你看，就像我自己忙不过来，我第一时间肯定去找他，然后让他来帮我分担一下。我性子急，所以我很容易跟别人发脾气，然后他就只能就是护着我一点，就是以前可能什么东西都让我自己干，然后现在就是有他帮我干，我就可以懒一点。何凌云回忆，一次孟祥伟和工友一起抢工1整夜，完成了宿舍单元50个热水器的安装。早上6点自己醒来后，发现外面下着大雨，就赶紧带上衣服和伞赶去现场。看到冻得发抖的孟祥伟，眼眶里打转的泪水一下子就流了下来。一人手足无措的安慰，一人止不住的心疼。以后2个就一直在一起，就不会有那种支撑不下去的感觉。谁能对一个就是肯为你吃苦的男人不心动呢？从大学时期相识相爱，再到如今的共同奋斗，让2个人都更坚定彼此的选择。在偶尔的空闲时间，2个人会紧紧牵着手，一起讨论今天的工作、明天的安排，以及对未来的美好希望。而眼下，孟祥伟和何凌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一起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让应急医院早一天建成，让香港同胞少受疫情之苦。这段艰难而又难忘的经历，也成为了他们感情最浪漫的注脚。我们也希望我们这边能够尽快的做完，然后让香港的患者尽快入住，让香港尽快的恢复那些繁荣了、安定。这段时间都辛苦了，你也辛苦，然后后面等这个项目结束了，我带你去吃，还有去玩。好，以后我也会慢慢都一直陪着你。